骨茶是新加坡的国民美食之一，在本地呢，肉骨茶基本上分为2大派系。潮州式的肉骨茶汤清色淡，胡椒味比较浓；福建式的肉骨茶汤浓色深，药材味比较重。不管是福建式的黑派肉骨茶，还是潮州式的白派肉骨茶，想必在不同的时空里，都会有些许不同的风味。Hello, Chef Felix。嗨，钟婷你好，你好。嗨，我是 Chef Felix， 我已经入行有18年了。我擅长烹饪西式料理。我觉得说食物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也能勾起和它有关的点点滴滴。哇，那你已经帮我准备了这个非常精致的什么料理呢？这是我自己自创的肉骨茶，然后我是用了2只那个龙骨，在低温的烤炉里面熬了差不多有14小时。所以你昨天已经在帮我准备了。对。然后呢，肉骨茶是配米饭啊、油条那些等等的。可是我就是把那个米饭做成了米饼，然后再点缀了一点晶片。最后我还准备了那个汤。这个汤呢，我是用那个药材慢慢给它熬出这个浓度。所以这个是浓缩版的肉骨茶的汤。对，里面我用了好几样药材，可是最主要的呢是枸杞子、当归还有八角来熬出的。那我要开动喽，可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呢？你就吃一点点那个肉，配一点点那个饼。好，我不用刀哎，我一插下去，它那个肉就出来了，我根本就不用切呀。对。我这样才吃一小口而已，我觉得满嘴都是那个香气。而且用低温烤的肉，它不会流失很多那个水分。juicy。里面还是很多汁。所以我吃了肉是不是要吃饭？对。但是你的是米饼。米饼。好。哇，这上面这个有晶片的。有晶片的。哦，好脆。很好吃吗？你是有加一点盐是吗？对，少许的盐。对。所以不像我们普通一般小朋友吃的米饼，那些是偏甜。所以这个米饼配这个肉，好特别。就是那个搭配有那个层次感。我觉得哦，你这个颠覆的肉骨茶灵感应该是取自福建肉骨茶吧？对，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妈妈就是经常会带我回马来西亚。那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有药材味的肉骨茶。所以呢，我妈妈一定都会带我去好几间那个肉骨茶去尝试一下。回来了新加坡呢，就觉得说，新加坡的肉骨茶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比较偏向白胡椒的汤。所以我想这一次呢，你应该是要还原福建式的肉骨茶了。对。很好。那据我所知呢，肉骨茶跟马来西亚的巴生是有一点渊源的。而在新加坡呢，就有一间巴生的肉骨茶店。我们现在就去打听打听。好。可是，在那之前别浪费，吃完它。对。好。真的太棒。Hello， 你好。欢迎光临。嗨，你好。2位啊。嗨，我们想要点2份最接近古早味的肉骨茶。当然没有问题，来，请坐里面。好，谢谢。Chef Felix，在马来西亚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巴生就是肉骨茶的发源地。那这呢，就要从李文帝先生开始说起了。他是在1940年在巴生开始卖肉骨茶的。这间店呢，就是他的孙子 Johnny 开的。那我会迫不及待的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肉骨茶。我也是。根据文史工作者考证，肉骨茶是由中国福建永春的家常菜炖肉骨演变而来的。而祖籍福建永春的李文帝是最早在马来西亚巴生售卖肉骨茶的摊贩之一。李文帝在2战之后自设摊档，在炖肉骨中加入药材，
让炖肉骨成为了一道补身药膳，广受食客欢迎。卖肉骨汤的李文帝人称肉骨帝，由于福建话的“帝”与“茶”发音相似，这一道菜肴就被人们称为肉骨茶了。哇 ，Chef 会不会觉得这个肉骨茶太诱人了？对呀。这个呢是排骨，这个是大骨，还有我叫的是蒜油饭。还没有吃到就已经闻到那个蒜油的味道了。好像，来试一试这个汤吧。很浓，很浓，也很够味。我不觉得它药材味很重，我反而是在咬它的肉的时候吃到它的药材味，很特别。我比较喜欢这个大骨，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哦，它的肥肉超喜欢的，你看。哇，因为有它的肥肉，所以它的肉会显得更加滑，而且非常入味。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汤汁是蛮重口味的。哇，这个就是什么药材？对。不过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 Johnny 的老婆，也就是李文帝先生的孙媳妇。好。Hello， 苏珊你好。Hello， 大家好。当初爷爷也就是李文帝先生，为什么会想到要卖肉骨茶呢？那时候因为在1930多年，他下南洋，从中国那一边福建过来法省这一边。然后就帮人家在港口那一边看跌打，他就看到很多苦力、腰酸背痛，那他就想做一道菜可以跟他们补身体和耐饱的菜，所以就掺一点药材去炖，然后就叫做炖猪骨汤。就是出于为了要让这些苦力们可以补一补身子，对不对？所以他就煮了一个汤，里面都是用一些药材。对。所以当时的肉骨茶是用哪一些药材呢？它只有用很简单的4样药材，那就是当归是血液循环，然后党参是补气，头子是补眼睛，然后红枣是比较甜味，然后加一点猪骨、猪脚下去，然后炖几个小时，它就是肉骨茶了。就是爷爷的年代卖肉骨茶的时候，他们是用怎么样的猪骨呢？哪一部分的猪骨呢？爷爷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比较穷嘛，就他们用猪脚那一部分后脚是最便宜的，最容易买得到的。后来时代变了，人的要求也比较不同了，他们就要求有一点瘦肉或者3层肉那一类的。所以今天你们卖的肉骨茶跟当年爷爷卖的肉骨茶又有一点不一样了，是不是？对，那第2代我家公呢李荣兴呢，他就从他的爸爸那边学了这一个煮法，然后在1960多年他开始改良一下，他加了10多样药材，那就变成有一个奇妙的香味目的是这个肉骨茶是要补的嘛，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一个药材重的味道。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肉骨茶不管用的药材是怎么样的，用了哪些药材，用多用少，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吃的人可以补到身子，对吗？新马一代都一样。好，谢谢你，谢谢大家。好，生意兴隆，谢谢，拜拜。我们可以继续治疗。我在寻找一些颠覆古早味的肉骨茶，你知道吗？竟然让我找到一间马来餐馆，他们有卖清蒸肉骨茶，而且他们这道清蒸肉骨茶呢，还深受很多美食博客的大力推荐哦。身为古早味侦探的我，当然也要尝一尝啦。马上叫外卖。我读到一些报道，才知道原来这个清蒸肉骨茶是这个餐馆里面呢畅销的美食之一，而他在店里也卖了大概20多年哦。这个清蒸肉骨茶是由一名华人厨师 Chef Hong 所研发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异族同胞也可以享用到华人的药材汤底。当然，他用的是牛肉熬制出来的这个汤底，再加上牛肉，就是一碗香喷喷、热腾腾的清蒸肉骨茶。好吧，现在就让我来尝一尝，尝一口啊。
OK， 它是一个药材汤底，它是有淡淡的药材味。虽然它用了大概12多种的药材，里面包括当归啦、桂皮啊、八角啊、甘草啊等等，但是我觉得它的黑酱油的味道会比较强一点。我想这也是为了迎合马来同胞的这个口味吧，因为如果那个药材味太强的话，可能他们会比较难接受。来去吃这个牛肉。那如果你不喜欢牛肉的话呢，没关系，你可以把牛肉换成羊肉也行，但是它汤底一样是用这个牛肉熬出来的哦。Chef选择这个牛肉呢是正确的哦，因为这个牛肉是比较有嚼劲，而且咬起来之后你可以尝到这个药材的香气。那如果你是换成鸡肉的话，可能它效果就没有这样理想了。我喜欢。通常我们吃肉骨茶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沾那个红辣椒啊，所以红辣椒里面呢有黑酱油或者是酱青。但是在这里呢，这个清蒸肉骨茶 ，Chef Hong 呢就特地做了这个 sambal belacan 来配它的牛肉。这个配法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是换成你去沾那个红辣椒跟酱青，可能就不大对了。这样子你沾那个 sambal belacan 的话，配合的天衣无缝。就是要这样子吃，这样子呢，也可以迎合我们马来同胞的口味。好厉害哦，Chef Hong。美食的魔力就在于能够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一道美食来加深对彼此的认识。而这一道清蒸肉骨茶不但颠覆了华人对于传统肉骨茶的定义，也包含了这另外一层的意义。好啦，我继续吃了。Chef Felix，我们已经了解了马来西亚对于肉骨茶的起源说法，还有传统风味。那我现在呢就找到了一家创立于1963年的肉骨茶摊位。我们呢现在就去找老板了解一下属于新加坡福建肉骨茶的古早风味怎么样？好，走吧。老板你好。哎，老板你好。好，我们想要跟你呢了解一下哦，你的这个传统肉骨茶到底它的制作过程是怎么样的60年代的过程啊，是怎么以前做法？我爸爸煮啦，跟现在不一样了。以前煮药材要放进去先，放进去放一点水给它焖。那个排骨的肉要洗，才放下去，把它放进去，差不多15分钟这样那放豆油给它再焖焖有味道出来我们这放水你要给它焖有味道，不然水放下去它东西不好吃。所以这个是你爸爸的年代的做法。那年代做法，现在做法不同的。这你的做法跟你爸爸的做法有什么不同？现在用 gas 了，很大火了，比较快一点以前也是用炸锅了，用火炭。炸锅它火没这么厉嘛。以前要来个钟头这样，现在人要赚钱快。要快是。以前的福建米你知道，一盘一盘炒了，现在10盘给你炒一人来一盘。一盘，对，快。是这样嘛？是这个世界一定改变嘛，我们一定要改变嘛。所以那个时候用的猪肉是哪一个部分的那个猪骨？我们是通常用的，排骨也有用，龙骨也有用，那汤会香嘛。你全部龙骨没有油了，硬了那你在焖那个猪肉之前，你有用热水跟它烫过先吗？再放进去，或者是不用？我们不用。以前的肉是新鲜的，没有放冰橱嘛。现在不可以，现在冰冻了。对，冰不同了。那肉骨茶除了排骨，当然关键就是因为福建式的肉骨茶那个药材，你是选用哪一些药材呢？药材我们一起。再多都用川芎这个是那个川芎、甘草，然后桂皮，还有川椒。一定要用这个。你用的药材跟你爸爸用的药材是一样的吗？一样，材不可以改变药材不改变。药材改变就没有。对，没有那个味道了。没有味道那这些药材你煮的时候，对吗？有说半个小时之后一定要拿出来，或者是1个小时拿出来？不用拿出来，不用拿出来。那煮久了它不会有苦味吗？不过拍太多了。你拍太多也有苦了。所以要一直加的吗？那个药材要一直加吗？原来可以加。不用加。不加了。像如果人家是要加多一碗汤什么你的汤越来越少，那怎么办？以前不给加汤，以前我爸爸年代
没有给他，他一锅啊，几个肉啊，是汤煮来的。以前是这样。所以现在你有加汤了？真有加汤，加一次啊。如果你没有加给人家，人家不高兴嘛。是。所以除了这个药材，应该是有放大蒜的，对吗？是放老蒜啦。老蒜第一个它会香，第二不会软。你用这个新的烂掉啊，它的汤啊不好看嘛。老板，你讲了那么多啊，我听到很饿，我们要吃2碗可以吗？一人1碗。OK。好，谢谢老板。根据考证，早在19世纪初，从中国福建厦门过番南来当苦力的福建人，就把吃肉配茶喝的习惯带来新加坡。他们把药材和猪骨一起熬煮成药材肉骨汤，既补身也耐饱。当时福建人就在福建街一带售卖这种药材肉骨汤，深受食客欢迎。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潮州式肉骨茶才在本地兴盛起来。哇，好，这个就是老板的肉骨茶。但是我们有饭有油条，为什么还有这个是尖头面包？尖头面包啊。以前的菇粒啊，一起切饭啊，很腻嘛。饭面包你当进去啊，吃也不同的。你是说那个古历的年代他们就有吃啊？对，尖头面包啦。哎呦，以前是这样嘛，你试试看。果然真的很不一样。那个药材味刚刚好，吃了你不会觉得哇，好像在喝药这样，你知道吗？很香。而且那个汤就是把那个面包弄得很软，它很容易吃。因为狐狸啊，吃这个会耐饱。耐饱。因为它拿东西很重，你没有力啊，你怎么跟人家做工？所以以前的人吃肉骨茶要喝茶的是吗？要喝茶，因为你吃肉太多啊，你会给它茶，它会消化嘛。以前人是喝茶先，就是说先喝茶清一清嘴巴，然后你再来喝这个肉骨茶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去享受这个汤头的那个香气。这样。Chef Kenji， 你好。嗨 ，Hello。哇，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耶。我知道呢，你们这里是属于那个 omakase 的日式餐馆，对。也就是说呢，客人来到这里是不用点菜的，由 chef 来做主，对吗？对。可是今天我是有目的而来的，我是希望可以吃到好像类似肉骨茶这样的料理啦，所以我希望等一下你可以给我一个美味的 surprise。没问题，走。好。这就是肉骨茶乌冬面。哇，简直就是艺术品哎，应该说是雕塑品。你看那个肉骨的线条多漂亮，所以我想你这个肉骨茶是属于黑派的肉骨茶，对吗？对。其实我好像闻到一点那个药材味。对，汤头加了八角、当归、甘草、党参等传统的中药材。还有配上日式调味料，酱青、酱油，最后我加了枸杞茶。哇哦，所以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肉骨茶，因为里面真的是有茶。对。好，所以我开动了啊。好，先来尝一尝这个肉骨茶。哇，这个是甘甜哎，而且很顺滑，一点都不油腻哦。这汤太棒了。因为通常我们煮了过后，我们会拿去冷却。就是你冷却了之后，它那一层油就会凝固，对吗？对。然后你就把那一层凝固的油把它拿出来。对。这样很多工哎。需要2天的时间来准备，通常。哇。所以汤头是一点都不会油腻。这个汤真的是太用心了。谢谢谢谢。哦，难怪有这么好的味道。啊，这个面你刚刚说的是乌冬面嘛？对。但是我认识的乌冬面都是圆的。比较粗，这个是有什么特别呢？这是扁式乌冬面，口感比较顺滑，也容易吸收汤汁。确实很入味哎，这个乌冬面太棒了。谢谢。主角来了，肉骨啊。对。我不客气了啊，看到吗？这个肉骨这么漂亮，而且选的那个肉骨选的多好。我没咬哎。我真的没有咬哎，
我只是把我的嘴唇放在那个肉上面，然后把它分开，它就出来了。怎么这么神奇啊？这个肉啊！这个猪肉是选用了 Iberico 猪肉的排骨，通常这种排骨煮出来都是会比较嫩。是因为这个 Iberico 的猪肉啊，就是西班牙的这个猪肉，它是吃那个欧纳的，对，它们身上有很多脂肪，脂肪所以它的肉就比较滑，对肉质也比较松，对，所以出来的效果特别好。那为什么你会用这个乌冬面肉骨茶来做你们的餐馆的创意菜呢？我来自马来西亚新山，肉骨茶也是当地的著名美食。福建肉骨茶里面有药材，能够祛湿，还有保健的功效。在煮这道料理之前，我也做了一些研究。我觉得做一道创意料理，也要了解这道菜背后的故事，才能够把这道创新料理做得更好。哎，钟情。来了，对。对啊，这那个肉骨茶我找了很久了。是，我知道这家肉骨茶是60几年的历史了，而且是获得米其林推荐的。而且他们有很传统的那个茶配这个肉骨的。OK， 那一定要尝一尝喽。那你要不要品一下它的茶？我先喝茶吧。对，来干杯。是不是？喝一口汤好不好？来，我还没有喝，我就闻到药材味耶。很重的那个药材味，对不对？而且汤的颜色很深哦。闻起来以为它的药材味会很重，可是喝起来还好。对，它只是淡淡的药材香。我觉得它的汤很有那个层次感。哎，老板在哪里？找老板来聊一聊好不好？你认识这边的老板啊？坐下来就认识了。老板，别忙了，来，我们来聊天。来，老板，你这个汤头很香，里面放了哪一些药材？很普遍的啦，就是川椒、桂皮、当归、蒜头，就是这么简单啊？是一路来是这样的。完全没有改过吗？没有。这样做法呢，有什么秘诀或者什么特别的做法吗？就是靠你的厨艺啊，跟你们讲了，你们也煮不出来。谁讲的？你讲讲看。我好像得罪了2个人。对，谁讲？你讲讲看，可能我可以煮的跟你一样嘞。这些香料啊，你放在锅底，那么肉骨你不是要洗哦，洗了不排在锅中间，开一个洞，一个锅，药材蒜头在里面，对，然后那个洗过的猪肉围着那个边摆一圈，对，中间留一个洞，对，然后盖住，放汤水，不要给它焖，那不会烧焦吗？不会，你好像你这样会它的水分会干净，还有猪肉有些油啊。哦，会把那水分、猪肉的水分跟油啊逼出来。对。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焖到它熟了，你才加汤吗？才加水？你这样焖了半个小时，那么来调味，盐啊、糖啊，调味了你再煮多20分钟，这锅肉骨一定很好吃。为什么会有这样特别的煮法呢？这个是很凑巧的嘞。凑巧？怎么说凑巧呢？对啊，以前老板他们煮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有放水，有放这些材料在里面一起煮的。但是以前的人的生活他们可以里面煮他们可以在前面煮过了。OK。煮了一半他闻到他的肉骨有一个烧焦，一点点的烧焦味道。那么他舍不得丢掉对，他拿去调味掺水，哇，每个吃的很好吃。原来是这样，所以以后接下来他们的肉骨都是这样子焖其实它有一点焦也无所谓也是很香啊。是，这样为什么你们的肉骨茶是有配这个芋头饭的呢？我们这个饭是用这个肉骨汤来煮的，别人的鱼头饭是放五香粉是，我们没有用这个汤。所以以前的肉骨茶是没有人配芋头饭的是吗？没有。那除了这样的搭配，还有怎样的吃法呢？假如你讲以前像那个鸭桂那种碱水糕。对，没有看到的现在。它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还是长条的？一小块一小块的，随便你怎样切他们吃的很奇怪，好像切一片片这样他们配那个汤这样吃，他们这样吃又配茶，这样吃很饱
在本地，汤清色淡、胡椒味较浓的潮州式肉骨茶属于主流派别，深受大众的喜爱。除了一般的油条、白饭之外，食客还可以依照个人喜好搭配潮州蒸鱼、卤大肠、卤猪脚等等丰富的配菜。虽然肉骨茶名为茶，汤料里却没有茶叶的成分。长久以来，人们试着给予合理的解释，说是食用肉骨汤之后必须喝茶解腻，肉骨茶才因此得名。所以老板，这个茶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茶叶是去哪里买的？这些茶庄 supply 的，它供应的咯。所以这个茶庄是专门供应这个肉骨茶喝的茶吗？差不多是这样。哦。所以他们自己带茶叶来的，喝茶是个人的口味啦。Hello, hi there. Oh, Chef Wu. Yes, all right. So we've got a couple of plates for you. On this main plate, we have the kurubuta pork rib that we cook overnight. The liquid that we braise it in is reduced to make the glaze. We top it off with some light herbs and some pork lard. We serve it with shiitake mushroom that's been braised in the same sauce. Ah, wonderful. Right. All the herbs that we use, we dry it up and turn it into a powder, which we dust over this pork meatball, and it's crusted with youtiao. Youtiao? Yeah, so we take youtiao, we dry it up, and then we grind it into like breadcrumbs and we fry it. The sauce on the side is braised garlic in milk, and then with white pepper from Sarawak, where my mom is from. Okay. You can't have bak kut teh without the teh. So this is... 绍兴酒. Yeah, it's a mix of aged Shaoxing, a vintage sake from 1986, and pu'er. Uh-huh. Yeah. So I'll just pour into your wine glass. It's served warm, and we pour it inside a wine glass so that you can really enjoy the aromas. So now I'm going to serve it with a sauce. It's a chicken stock that's reduced, mounted with a little bit of butter, with the herbs and spices that we use to cook The bak kut teh. the bak kut teh. Yeah. Wow. All right, enjoy. Thank you very And much. now, 哇哦，这个是 Chef Wu 的创意肉骨茶哦。单单看它的卖相就给我很大的惊喜，因为它完全颠覆了我对于肉骨茶的既定印象哦。刚刚 Chef Wu 也透露了，除了福建肉骨茶的药材元素之外呢，Chef Wu 其实也采用了潮州肉骨茶的元素，也就是胡椒。所以呢，这一道肉骨茶就包含了2个籍贯的精髓哦，我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可以尝到很浓郁的药材香，因为它外面撒了那个胡椒粉在上面，可以吃得到那个潮州肉骨茶的元素了。它是带有点咸的，但是再配上这个带甜的蒜蓉泥是刚刚好。好，主角来喽，这个是黑猪肉的排骨，哇哦，好软呢，入口即化，太棒了。想不到肉骨茶是可以这样的吃法。好，现在要来喝一口茶。这一杯饮料呢是很特别的，你说它是酒嘛，它又是温温的；你说它是茶嘛，可是你又喝得到它的酒香，所以它其实是 Chef Wu 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创意，也可以给他的食客呢带来味蕾上的惊喜。就是这里啦。Hello， 老板，我们来了。会心，大美女跟大帅哥来了。大老板。那我们都知道呢，你们的茶庄是成立于1925年哦，那个时候开始你们就已经在提供肉骨茶摊贩的那些茶了。所以今天你为我们准备的这个茶，就是当年你们提供的茶吗？ 其实，在第一代30年代的，就是这个铁罗汉哈，这个是第一代的那个南洋茶。还有第一代、第二代。这个是第2代的，我们叫不知香。这一泡茶的那个特点哦，就在于我们有铁观音，那我们再融入了武夷山的岩茶，来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调配呢？因为早期运输都是以海路，对不对？那运输的途中呢，有时他们没有办法准时到达，所以我们在新加坡这边的茶商就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哦，对。所以这个就变成是第2代的茶吗？你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拼配？我们第1代就有这样的一个呈现，那第2代的那个不知香是专门为了配合这个肉骨茶的市场而推出的。那当然，
你如果要讲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那个大壶茶哈，它是免费的。一般我们呢主食给你的时候，我们会附带一些茶水。那当然这个茶水他们就没有可能用到最好的茶水来呈现。那当时是拜神茶比较便宜，所以他们就呈现了拜神茶，让你免费的试用。那一般的那些拜神茶有时是比较浓了一点。我们在50年代调这样的一个茶，就是为了这个肉骨茶而推出的。这样早期他们这样子配那个不知香，会是一种奢侈吗？那吃肉骨配好茶，与其说成是一个奢侈，倒不如说他们是相得益彰。那早期的一些鼓励也好，或者一些生意人都会跑到肉骨茶摊喝茶呢，那联系一下当天有没有所谓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安排啊之类的东西。所以肉骨茶这边是一个讯息的一个交流站，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那当我要还原那个古早味的时候，你是建议我还是用那个不知香吗？还是用别的 ？OK， 那大家回去那个传统的那个古早味的话，老实说，我是建议你用回那个传统的那个拜神茶。那拜神茶有哪几种呢？你们有听过白毛猴吗？我听过。或是一些比如说好像新春小种啊，或者是桃源红之类，就是早期呢在肉骨茶们常用的一些拜神茶。所以 Chef， 你是决定要用那个白毛猴啦？啊，对呀。这个白毛猴很珍贵，可是外面很难买到，我只有在这边看到而已。所以 maybe 你可以赠我们几包嘛？几包会不会够啊？应该也是要1桶嘛，对不对？那当然，你看，非常感谢老板，我们就不客气，跟你拿1桶，谢谢老板。Chef Felix， 要还原福建肉骨茶最重要的材料是什么？那当然是少不了药材啊。Right， 所以我帮你找了一位呢有40多年经验的中药店老板哦。到了。哦。老板你好。哎，老板你好。Hello， 你好。今天我需要5种那个药材。桂皮。好。甘草、川芎、川椒，还有当归。好。所以 Chef Felix 这5样药材呢，是你综合了那2档这个肉骨茶，对，然后选出来的。对，因为现在就是我还在拿捏着那个分量，然后我也想知道各种药材对身体有什么的那个效果啊，功能啊。对。甘草的作用呢，有2个作用，一个呢是令那个汤比较鲜甜，第2个目的呢就是中和里面的药性，因为你里面的药材呢有一些是补身的嘛，比如说当归、川芎、桂皮、花椒，它的药性呢带有一点热，变成如果放了一点甘草下去，就不会那么热，那么燥热。所以这5样里面是哪一样可以放多，哪一样不可以放太多？汤绝对不可以带苦，带苦的话就不受欢迎。对，一般上呢，他们如果煮肉骨茶呢，除了川芎之外呢，这些药材这几种都不会苦，还有可能有一些人啊。加一些冰糖，或者更讲究的，他就加一些竹蔗，变成呢那个甜味呢就提升上来，那么令这个苦味呢就减到最低。那最久的话可以熬多久？一般上都要1个多2个小时，里面的药效呢它就会溶解在那个汤的里面，所以不需要像老火汤啊煮3、4个小时，除非是那种名贵药，比如说人参、冬虫草、花椒，那么它就可能需要炖很久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超时的话是无所谓，对不对？也无所谓，对。周老板，那这个药材店已经开了40多年了。对。这样40多年以前他们做那个肉骨茶的时候，他们选用的这个药材跟现在的人选用的这个药材有差很远吗？最近这10多年呢，除了这些以外呢，有一些加一些枸杞子啊、玉竹啊。还有一些给它更补的，就加一点党参。可是我们要还原古早味的话，当然是一般上都是最基本的。对，最基本的。好了，这样你就每一样药材呢给我们1点，好，然后回去 Chef 你自己去调啦，看什么要用多少。好啦 ，Chef Felix， 现在是你的表演时段了哦。你现在马上要给我们还原的是古早味的福建肉骨茶。对，在那之前呢，因为是还原古早味，对不对？对。我特地去
寻找这个古老的那个锅。是我家里也有这个锅，你去哪里弄来的？这个很有感觉，很有感觉，对不对？对，很有感觉。好，这个是要来熬汤的，煮汤的哈。因为那个汤需要一段的时间去熬它，所以我们先准备那个汤。好，先加水先。当那个水热的时候，我们才把药材放进去。哦，对，所以那个川芎呢，我们只是放2片就好了。甘草呢，我们可以稍微放多一点，因为它会带一点那个甜味。啊，当归2片就好了，因为那个味道很重，你闻一下。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很重的那个药材的味道。对，还有桂皮。桂皮，然后还有川椒少许，然后我们还有用了那个老蒜。哦，这个是老蒜哦。对，这个是老蒜。OK， 就是这样子。那我记得我们之前访问的本地的2家肉骨茶档口，其中一家是用3种药材，另外一家是4种，所以你综合起来是这5种药材。对。那5种药材为什么你都用呢？因为我觉得说每一种药材都对身体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我觉得说这5样药材会对那个身体带来很多的益处。就是肉骨茶的宗旨嘛，就是要补身体嘛。对对对。然后猪肉的部分呢，我们准备了猪脚、猪尾、3层肉，还有那个排骨，还有另加了一点那个猪肚也是。对。为什么会想到用猪肚呢？所以就是以前他们就是用每一个部分的那个猪，因为他们就是想不用浪费。如果说单单只是用一个部位的话，价钱很贵。啊，有道理。OK， 我们就把那个排骨剁小一点。哎，那排骨这么美，干嘛要剁小？因为以前的人，他们就是剁小块一点的话，他们可以卖的比较多也是。所以你是觉得说，以前的人是这样的做法？对。然后因为它的猪肉都是很新鲜的，所以你根本不用去用烧水跟它烫过，因为以前根本没有冰冻的猪肉。啊，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有养猪场啦，所以那个猪宰了之后就直接送去巴沙。对，很新鲜的。那我们也是可以加一点猪肚。这个猪肚是已经烫过一遍了是吗？对，一定要烫过一遍，然后去除它里面的肮脏的东西，不然你煮的时候它会很苦的。对，Chef Felix， 你主要是做这个西餐的料理。对，所以这次做我们道地的这些美食会有什么难度吗？难度就是在那个药材上，因为我们通常煮西餐的时候，我们很少用到中药。可是西餐有很多的香料啊。对呀，可是那些比较容易去理解。是容易啦，因为你懂啦，你常常用，所以就容易了啊。对，所以其实做这个肉骨茶也是有点挑战性。那你有把握吗？我们已经去了3间肉骨茶来尝试了，那肯定要有把握。那就好，我相信你，因为等一下我是你的 guinea pig 嘞，等一下我还要尝。哎，这样这个肉啊，你放进去的那个顺序是有一定的吗？有，对，就是我先把那个排骨先排最底下，然后因为3层肉肥肉很多，所以我是放在第2层，然后在猪脚跟猪尾。最上面那一层我是放的那个猪肚，因为猪肚我们已经稍微烫过了，然后再盖住，再给它焖，然后就是以那种自然的那个水分去慢慢去烹饪它。所以现在你就是根据老板的说法来煮这个肉骨茶。对。如果你没有见过老板的话，你会这样煮吗？哦，不会，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对，如果我们在家里做，一定会先烫过水。烫过水，然后又加那个水加到满满，然后再把那个猪肉再加一起滚，然后慢火滚很久，对不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想，所以这个做法问我出来是会怎么样？好，哇，变色了！哎，你看那个肉骨白了。你看它的水也是慢慢增加了。呀。然后烫到8分熟之后，再加少许的冰糖，一酱油，然后把它盖回去，再继续给它焖。我很期待耶。然后下一个步骤就是煮那个饭。你干嘛不要用饭锅嘞？因为古早的时候根本都没有饭锅了，就起火煮饭啊。起火煮饭，对。啊，现在我感觉好像是在户外野餐呢，我们还要起火煮饭。所以 ，Chef， 我们的这个肉骨茶就是单单配饭而已吗？没有，肯定，我已经准备了一个碱水膏，来配那个肉骨茶了。哦，记得老板讲的那个鸡鸭贵啊。对，我本身没有吃过，也没有做过。那你去哪里买？当然是自己做啊。你没有吃过，你会做啊？那我有问过老板，然后老板有稍微透露一点的那个秘密给我。所以你今天会在这边做给我们看吗？对对对，很好。所以这个是那个粘米粉跟那个玉米粉，好，我们放一点盐，好，然后再放那个碱水，碱水不能放太多，然后放少许的油，然后我需要你的帮忙，这边我会把一半的水倒在这边，给它慢慢融合在一起先，OK，然后剩余的我们会煮热。
其实我在家里做实验的时候，吃了10多次，吃了10多次，10多次都不一样的。10多次都不一样。第一次是怎么样的？水，因为粉粉。那个碱水我放的太多，然后那个味道很重，哇，很难吃。然后第二次我就慢慢减少那个分量。所以那个老板其实也没有教你啦，他只是讲，然后你还要回去还要做多10次嘞。如果他真的教你的话，你1次就做对了。哪一个老板？你告诉我。秘方来的嘛，他们不可能就是一次过把秘方就是传授给你，对不对？然后那个水把它烘热到差不多75度，然后再把这锅慢慢再跟它煮，然后煮到一个稠度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放在那个铁盘里面。你看现在越煮越稠。哦，太神奇了，我不知道你是稠到这样嘞。你看。哦，你要试一下吗？它就忽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哇，好重啊！哦，给你机会运动一下。哇，手部运动呀。那个方向 OK 的吗？可以换方向的哈。都可以。哦，哇，太难了。可以了哈。就是要把它弄到滑。那根本不要用机器啊。我要做原始的做法，哈。好，这样就可以了哈。这感觉是要放在冰箱的是吗？没有，你要去蒸它。它就是因为热，所以它就凝固了。对。其实你拿去蒸的话，它就会变很高了。你可以想象得到吗？这是我在家里做了12次。我不可以想象12次，永不言败，对不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然后稍微跟它铺平。也不需要说铺得很平啊。就是说以前东西他们没有这么讲究外表，最主要是好吃。好。然后稍微用那个保鲜纸给它包一下，这样它的蒸汽不会进去膏里面。OK。好，蒸多久？大约一个30到45分钟这样。哦 ，OK，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肉骨茶哦。哦。你看现在它的水分慢慢又少了。很香。尝试一下。哦，谢谢。你觉得会咸吗？我觉得刚刚好。刚刚好，因为我本身是很重口味的人。所以这个会太淡吗？对你来说？有点淡。来吧，加吧。那在等那个肉骨茶的时候，我们的饭已经蒸好了，然后再等那个碱水膏。这样我是不是要准备茶？对。好，泡茶。终于到公告城了哦！好，我们可以来尝一尝这个 chef 还原的古早味福建肉骨茶。哇，这个肉骨茶真的是很有古早味哦，因为一碗汤里面有不同的猪骨肉。先好好的喝一口汤，刚刚只是品尝而已。觉得这样？那个福建肉骨茶的汤浓色深，你成功的做到了。其实那个药材味还好，不会太浓。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汤有一点点油。我觉得说汤带一点点的油性，我觉得说是还好，因为它的油是来自那个三层肉那边。而且他们古早味的时候，他们没有意思说把那个油啊一直去掉，就是全部的肉就是丢进锅里面煮，煮好了就是这样一捞一勺一勺的，就是这样给。最原始的做法。对。而且我觉得油一点是 OK 的，因为以前的人他也不可能吃这么多嘛，所以每一顿饭如果吃油一点的话，比较有饱足感。他就不会这么快饿。现在要吃一吃那个肉，好嫩哎，猪肉，猪肉很入味，还不到2个小时吧，我们煮这个肉骨茶，来尝一尝你的碱水膏，就要先沾一沾这汤，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吃碱水膏的话，你的汤要够浓郁才可以。所以这个汤就刚刚好，你放下去啊，而且它也帮你减除了那个油性也是。对啊，它吸了那个油汤的油脂在里面了。所以你对今天还原的这个福建式的肉骨茶满意吗？还满意，因为刚才我在煮的时候，我想到妈妈当时候牵着我到处找那个肉骨茶的时候。当年的肉骨茶是在街边，然后他们在他们的档口还是有吊着那些不同猪肉的那个部位。然后，可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自己亲手砍那个猪尾、砍那个猪脚之类的东西，然后烹饪出一道福建的肉骨茶。
所以对于 chef 来说，还原这个古早味，不单单是还原这个古早的做法，其实也勾起了你很多童年的回忆。对。好了，那现在我们可以喝一口茶啦。来，就是用这个碗，对不对？对。以前也没有说什么茶杯啊，就直接把茶倒进吃饭的碗里面。来，谢谢 Chef Felix。